我明明是修仙界公认的废柴杂灵根，可纵横七国的修真世家却主动赠我灵脉，就连当代族长也要将一双女儿下嫁给我。只因在这个世界，有灵根者万中无一，强如修真世家也不是人人都有。为了延续家族的长盛不衰，他们往往会选择吸纳一些资质普通的散修入赘，而我正是其中之一。7日前，落云宗问心台上，执法长老看着第一个从幻境中醒来的我，喜出望外。这么快就醒来，报心上家。不远处，其他几个仙师也朝这里看了过来。叶小瓜，18岁9品杂灵根，可惜了，9品杂灵根修一辈子也筑基不了，如此道心。若是7品灵根，哪怕18岁也是一个不错的仙苗了。对于他们的讨论，我充耳不闻，只因此刻我正沉浸在自己脑海的系统中。没错，我是一个穿越者，刚刚接受完脑海中的记忆。穿越者标配的系统就到账了，这个系统名叫多子多福系统，有2个功能：一是只要自身血脉的孩子到达一定数量，就能解锁成就获得奖励；2是将子嗣的天赋和修为加成到宿主身上。理论上，只要有灵根的孩子足够多，我就能获得顶级资质和绝世修为。接收完脑海中的信息，我瞬间就明确了自己以后的发展目标：生态一个民族出来。就在我畅想未来的时候，其他参与问心幻境的人也都陆续醒来。天哪，爹娘不要啊！假的，原来是幻境。哈哈哈，成了，小爷我成仙了。我看着眼前从问心幻境醒来的5人，想起他们的身份：杨广、张铁、陆胜、萧清月、柳诗诗，他们是和我一起参加落云宗入门试炼的仙苗。就在这时，考核长老走上前：张铁、萧清月、柳诗诗出列，余下之人可以下山了。说完，长老一挥手，带着被选中的人腾空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中多少有些酸涩。虽然早知道自己9品杂灵根的资质很难被选中，但多少还是有点期盼。这下算是彻底死心了。好在自己还有系统，也不算无路可走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儒雅男子踏空而来，拦在我们这些仙苗面前。诸位小友，我是灵岩山叶家家主叶鼎，现招蓄20名，提供灵脉福地、修仙秘籍，可有兴趣？招赘婿，提供灵脉和修炼功法。众人开始议论纷纷。虽然进不了宗门，但是加入修仙世家，对我们这些还处于凡人境的仙苗来说，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。敢问前辈，您招婿有什么要求和条件？人群中不少胆子大的已经开始询问。既然小友提问，叶某也不隐瞒，条件就是20年内需为我叶家诞下50名子嗣。此话一出，场中一片哗然。这哪里是招婿，完全是来找种猪的。就是谁不知道，男女之事赘取鸳鸯精气，若再日夜耕耘，修仙之路恐怕直接到头。他们这些人本就机智下等，哪敢这么折腾？可听了这要求，我却眼前一亮，这活和我专业对口啊！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我第一个上前报了名。同行的仙苗陆胜见我报了名，也跟着咬牙报了名。我知道他是赤金帮少帮主，赘婿这事可能还有些接受不了。另一边，小王爷杨广见我俩都报了名，立刻上前道贺，同时勉励我俩：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方为丈夫。兄弟，极见仙缘就不能错过。在他看来，我俩未来哪怕成就有限，至少也算踏上仙途，多个朋友，多条路子。他这会儿也希望我俩能走得更远。很快20名赘婿招满，我们和杨广互道珍重，便跟着叶家之人离开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身为修仙世家，叶家竟是骑马赶路。仙门与家族的区别实在太大了。等到了叶家族地，在一名叫福伯的老者带领下，我们领了身份玉牌和修仙功法，随后被带到分配好的小院。这是个200多平的小院子，陆胜就住在我隔壁。一路上我不停地打量着叶家族人，发现皆是容貌上佳，这让我稍稍放心，毕竟要当赘婿了。另一半要是长相俊美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刚放下行囊，屁股还没坐热，福伯就在门外叫我：小瓜，家主为诸位安排好了洗尘宴，请随我来。我一出门看到已经有不少人站在福伯身后，陆胜也在其中冲我招手。我心里暗暗有些期待，应该是要给我发老婆了。众人很快走入一座大殿，落座后马上便有一众环肥燕瘦的妙龄女子进入大殿，其中不乏相貌出众的美女，有的甚至不比前世一些网红明星差。这些女子明显经过精心打扮，风姿各异，这么多款，总有一款让你心动。看着这些莺莺燕燕，我心中暗赞，还是叶家厚道。随后福伯上台，这些都是我叶家世俗分支的优秀女子，皆是清白之身，今日便由她们为诸位接风洗尘。若是双方中意，可找老夫为各位安排婚礼。福伯说完就带人走了。大殿内只留下我们一众仙苗和这些叶家女子。不等我们开口，这些女子便主动走向心仪的仙苗。我穿越的是个农户出身，长相平平，只有3女朝我走来，我直接全部揽入怀中。定睛一看，2个双胞胎姐妹花，还有一个端庄优雅，带着一股大家闺秀的书香气。可以了，上辈子要是自己能找3个这样的老婆，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1个时辰后，接风宴结束，除了我要了3个，其他人都只选了1人。他们还对修仙存有念想。婚礼一切从简，在福伯主持下，当天走完流程。当晚，我带着3个老婆回到家中，洞房花烛，娘子。深夜，经过我的鏖战之术，3位夫人都已倒下。此时夜深人静，我翻出叶家给的初级功法回元功。功法分为初级、高级、精妙级、旁门级、正宗级5个档次。这本回元功虽是最低级的，但也是我目前能接触最好的了。盘膝修炼，一夜过去，看着丹田内若有若无的气息，我长叹口气，这就是9品杂灵根吗？身处叶家灵脉，修炼一夜就吸收这么点灵气，想要突破炼气一层不得6、7年。转身看着熟睡的3女，我心中有了决断。半个月后，经过我的日夜耕耘，终于让大家闺秀气质的叶兰淑怀上身孕。家主叶鼎当众夸赞了我，
小瓜，你很不错，我叶家自不能亏待了你。来人，赐灵米100斤，黄龙丹1瓶，青竹法衣1件，下品飞剑1柄。谢谢家主，我在众人炙热的目光中开心收下。虽然知道这只是叶家为了树立标杆，但好处可是实打实的。回到家里，我将妻子叶兰淑揽入怀中。兰淑，要是生了男孩，就叫平安；女孩就叫喜乐。对于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，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两世为人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父亲。妻子温顺地将头埋在我怀里，都听你的。经过这半个月的深入交流，她和另外2姐妹早已对我倾心。又过了1个多月，我让叶青、叶子2姐妹也双双怀孕，这般效率引得其他仙苗一阵无语。对此我只能说，高端的修仙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操作。3个老婆都怀了孕，我也开始静心修炼，日日耕耘实在伤身体。这期间，福伯又送来2名身段上乘的侍女，说是伺候夫人起居，可我哪看不出来，这是不想让我闲着。可惜身体确实吃不消，为了可持续发展，我凭借自身坚不可摧的道心，抵挡住了2名侍女的诱惑，日夜苦修。我没忘记，长生才是我的最终目的。时光荏苒，半年过去，在灵里黄龙丹和各种补药的堆积下，我终于突破了炼气1层。修为突破后，我立刻将2名侍女叶玉珠和叶宝珠收为妾室。不到半月，2女也相继怀孕。为此，福伯又送来2位胸怀广大的侍女，我每月的资源也提升到了3枚灵石、20斤灵米，这是真把我当种猪使唤了。不过，看着2个身姿妖娆的侍女，我也欣然接受了。若我修炼有成，恐怕也会选择妻妾成群，早晚都一样。那还不如早点享受。半个月后，我站在叶兰书房外紧张的徘徊。今天是她生产的日子，看着我的样子，陆胜在一旁出声安慰：“别紧张，弟妹生活在这青竹山庄，被灵气滋养，体质强健，生个孩子并不会有什么危险。”陆胜住在我隔壁，这大半年下来，我和他早已混熟。我知道他是个面冷心热的人，我不是担心，我只是激动。激动你懂吗？我握紧拳头，面上还嘴硬着。陆胜笑了笑，走过来问我：“孩子名字想好了吗？虽说生下来的孩子归叶家，但名字当爹的还是有资格取的。”想好了，男孩就叫平安，女孩就叫喜乐。至于姓氏，我和叶家同属玄幻4大姓，跟谁都一样。片刻，房内传出一声清亮的啼哭，我知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。紧接着，一道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响起：“恭喜宿主第一个子嗣诞生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”辛苦耕耘，终于到了收获的日子。这时房门打开，一个妇人抱着婴儿走出。恭喜姑爷，是位小少爷。系统没有增加我的灵根资质，这让我知道这个孩子没有灵根，但我并不嫌弃，这是我第一个孩子，他能平安长大就好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叫叶平安，我的儿子。我走进房间，看着床上面色苍白的叶兰书，有些心疼。兰书，辛苦你了。夫君，见他还想说话，我立刻劝住，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叶兰书甜甜地看着我，一瞬间我心里也暖暖的。上辈子天天加班做牛马，这辈子3妻4妾衣食无忧，我心中暗下决心，要努力修行，守护好这份幸福。孩子交给奶妈照料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默念系统抽奖。下一刻，一个淡红色的抽奖盘浮现在我眼前，上面划分为7个区域：功法、技艺、宠兽、丹药、法宝、宝物、其他，有种氪金游戏的感觉。我默念开始抽奖，转盘迅速转了起来，随后指针停留在了记忆栏。恭喜宿主获得2阶制服技艺，奖励已发放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查看。我打开系统空间，一个符篆模样的光团闪闪发光。2阶制服技艺使用后，可直接领悟2阶满级制服技艺及对应符箓大全。我又惊又喜，制服师虽然不如炼丹炼气的厉害，但也是修真100亿前5的存在。有了这东西，我在叶家的地位将直线上升，至少炼气期的修行资源不用愁了。想到这，我立刻点击使用。刹那间，海量知识信息凭空涌入脑海中。为了防止系统暴露，我决定先买1点制服工具，一点一点向叶家展露自己的制服天赋。第2天一早，我带着叶鼎奖励的下品法器飞剑前往百宝阁，这是叶家族内的百货铺子，平日领了灵石，我都是来此购买灵肉与灵书。一进门，我就朝着掌柜的要伏笔临墨。叶家族地本就不大，再加上我1年5胎的巅峰战绩，掌柜的早已认出了我。你要小制服，你可知道小喜制服有多难？不知道，但我自知资质有限，修仙恐怕难有前途，不如尝试学门手艺。我将早就想好的说辞道出，掌柜的见我坚持，也不再多劝，掏出3个玉盒，狼毫伏笔20枚灵石1支，1阶普通符纸1枚灵石10张，1阶灵墨1枚灵石1盒。我将飞剑掏出换了50灵石，买了1根狼毫伏笔100张符纸和2盒灵墨，还剩下18枚灵石。又想到叶兰书刚生产，叶子和叶青也临盆在即，我又花5枚灵石买了些人参、甘草、黄金等补药。随后为了引人耳目，我又在叶家书楼借了2本符箓入门书籍。回到家，我将材料摆在书案上，凝神静气，随后落笔。系统开出的技能让我有种钻研符道数10年的感觉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几个呼吸，1张下品火弹符就成了。唯一受限的就是我体内炼气1层的灵力，此时已经消耗了1/3。随后我又绘制了2张符箓，这才打作调息。经过几天的实验，我发现自己现在的灵力最多绘制1张1阶中品符箓，1阶下品则可以绘制3张，再往上灵力就跟不上了。同时消耗完灵力再修炼，修炼速度比以前要快上1成。发现这些后，我就更加沉迷修炼，每天先是制服消耗完灵力，随后就是打坐修炼积累灵力。春去秋来，2个月过去，这段时间叶青叶子又分别为我诞下2名子嗣，可惜都没有灵根。如果
果没有特殊天赋，系统下一次抽奖至少要等到我第10个孩子出生。这期间我只能靠自己修炼，炼气期只有100多年寿命，如果我不努力一点，恐怕抽不了几次转盘就要撒手人寰。1个月后，我带着5张未入品的基础符箓来到百宝阁。为了获得更多的修行资源，我打算向叶家展示一点我的制服能力。掌柜的看着我展示的清洁符略微惊讶，这是你制的？100张符纸侥幸制成了5张符箓，对于初学者，5%的成功率已经很高了。掌柜的听到我这么说，立马对我另眼相看，表示愿意用1灵石3张基础符箓的价格收购。我将5张符箓递给掌柜，又取出11枚灵石，麻烦掌柜再给我100张符纸跟2盒灵墨。很快，掌柜的就将符纸和灵墨打包给我，同时又主动退回1枚灵石，表示5张符箓算我2枚灵石。我知道他这是看中了我的天赋，想结个善缘。收了东西，我快步离开百宝阁。掌柜的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可惜终究不是我叶家人啊。此后3个月时间，自从展露了制服天赋后，我除了日夜耕耘，不时就去一趟百宝阁，将自己制成的一些基础符箓拿来出售。同时，我一直控制着将自己制服的成功率慢慢展示到20%左右。这天我正在园中修炼，福伯带着叶家大小姐叶妙哥找到我。叶妙哥身穿一件纯白连衣裙，凹凸有致的身姿优雅端庄地坐在座椅上。听说你最近在学制服，已经能炼制基础符箓了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说辞，我自知资质有限，修仙恐怕难有前途，便想学门手艺。对此众人都觉得理所当然。叶妙哥则是掏出一副1阶极品制服工具，让我当面制作3张基础符箓。我拿着符笔开始绘制，脑海中琢磨着该放几成水，随着符笔飞舞，片刻2张符箓便绘制完成。等到第3张时，我故意手抖让灵力外泄，瞬间符纸成灰。对不起大小姐，我紧张了。我连忙装作紧张的行礼。叶妙哥则是一脸惊喜地看着我，你的手法已经很娴熟了，日后勤加苦练，成为入品符师不是问题。随后他细心地指导我刚才制服过程中的错误。福伯，从这个月起，小怪的资源提到每月5枚灵石，30斤灵米。我拱手道谢，送走了2人。我知道我制服天才的人设立主意，一出门，叶妙哥就叮嘱福伯尽量满足小瓜的一切要求，他的制服天赋很高，比我都高。闻言，福伯一脸错愕。5天后，我的2个妾室分别生产，其中1人竟然怀的双胞胎，这让我听到了久违的系统提示。恭喜宿主首次诞下双胞胎子嗣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看完2个孩子，我迫不及待地回房开启了抽奖，和上次一样，转盘快速旋转，最后停在了功法一栏。恭喜宿主获得功法仙姿诀，奖励已发放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查看。我打开系统背包，看向简介。功法仙姿诀，品级旁门级，说明修炼此法可改善容貌，提升魅力，永驻青春。竟然是本美颜媚功，我有些诧异。这本功法将颜值分为7个级别：憎偶、丑陋、怪异、普通、出众、超凡、仙姿，勤加修炼都能登顶。一想到我的生娃大业，我觉得这门功法可以练，说不定会有仙子倒贴呢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经过我的辛苦耕耘，2个胸怀广大的侍女也成功怀上，我将2人纳为妾室。这次没等福伯送妹子上门，我直接找了上去。福伯，我要内妾。可听了我的话，福伯倒是沉默了。这1年来，其他仙苗最多也就诞下1子，像陆胜那个家伙更是离谱，说是要突破武者先天境，连女方的手都没碰。我这么主动，倒给福伯整不会了。沉默了片刻，他表示等下再给我送2个过来，但是后面就没有了。小瓜，你有制服天赋，不要太过沉迷女色。因为我的制服天赋以及积极生育的态度，叶家人早就有意接纳我成自己人，生不生50个反倒没那么重要了。现在他们更担心我沉迷女色，把自己给搞废了。10天后，福伯送来了2个梨形身材的巨雷少女，同时还有4个50多岁的老妈子，说是负责给我带孩子。看着那4个老妈子，我那里还不知道，这老小子是怕送妹子过来被我给糟蹋了。9个老婆，1年能生9个，对于现在来说勉强也能接受。不过我还得想想其他娶妻路子，不然后面真得让老妈子修炼仙姿诀了。半年后，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最后2个妾室也成功怀孕，同时3个老婆也通通怀上了2胎。趁着这个空档，我也埋头修炼。这半年里，隔壁的陆胜突破到了炼气2层，我虽然没有突破，但是也攒下3瓶黄龙丹。书房内，我将黄龙丹依次服下，感受着体内逐渐澎湃的灵气，开始尝试突破炼气2层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黄龙丹都被我吃光了，这还不够，我又将叶家赐下的补药大口吞下，直到再也吞不下为止。终于，我感到体内灵力突破了一个瓶颈，一股气劲扫过，我成功突破炼气2层。这次突破将我手头的灵药灵石基本用光，这让我不由感叹凡人修仙真难，全靠资源堆积。虽然目前我床底下还藏着几百张符箓，但这些都没法在叶家变现，这让我开始思考怎样开拓一条新的销售渠道。3个月后，2个妾室生产，孩子出生的一刹那，我听到了久违的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首次诞下拥有灵根子嗣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，9品杂灵根升级9品灵根。我顿时心情大好，看着襁褓中红彤彤皱巴巴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就叫他先知吧。随后我想到修真世家也只能在孩子5、6岁时测灵根，为了不暴露自己提前预知，我告诉众女们，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们的，为夫已经成功绘制1阶符箓，成为1名入品符师了。今天刚好这孩子出生，索性给他取名为先知，希望他未来也能踏上修仙路。众女听后一阵欢呼，9女齐声道：恭喜夫君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夫君刚成符师，这孩子就诞生，真是喜兆呀！知道自家夫君成为入品符师，从此在叶家身份地位上将迥然不同，他们作为妻妾身份地位也将水涨船高，一家人满是欣喜。
稍微闲聊后，我回到房间，开启这次抽奖，转盘飞速旋转，最终停留在了法宝一栏。恭喜宿主获得福宝金光砖，奖励已发放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查看。福宝是将法宝威能封印在符箓之中的一种特殊符箓，拥有法宝1-2成威能，一般而言威力相当于结丹期一击，好处就是炼器期可用。我大喜，立即查看系统空间中的福宝。福宝金光砖，说明拥有上品法宝金光砖2成威力，筑基期法力可使用3次，炼器期灵力可使用10次。收好福宝，我顿时安全感大增。有了这东西，即使面对筑基期，我也有了一战之力。目前已经生了8个孩子，只有1个孩子有灵根，这概率估计只有1%-2%。看这对我灵根提升的幅度，我儿子估计也就8品9品灵根的样子。最好还是要找有灵根的女人生孩子，这样就算没有系统抽奖，我的资质也能提升不少。日后孩子修炼了，我还能长修为。第二天一早，听到消息的福伯就找上了我。小瓜，你说你能够绘制一阶符箓了？是的，福伯，就是我现在还不够熟练。随后我拿出一张符箓，这是我绘制好的一阶下品火弹符。福伯接过符箓，大喜过望。真的是一阶符箓，好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将此事汇报给家主。你放心，你现在成为一阶符师，我们叶家绝对不会亏待你。福伯小跑着离开，那身法完全不似这个年纪的人。3天后，我正在院子陪儿女玩耍，现在几个大的孩子已经会走路了，没事就在院中跑来跑去，十分活泼。这时，院中铃铛响起，门口站着3道人影，分别是福伯、叶家家主叶鼎、大小姐叶妙歌。看到3人，我顿时知道来意，是为了自己成为一阶符师的事情。只是没想到家主亲自上门，见过家主，见过大小姐，见过福伯。我将3人带到大厅，同时招手让妻子将孩子带到后院。叶鼎看到院中的孩子，面上露出温和的笑容。这都是你的儿女吧？都会走路了？是的，家主。不用拘束小瓜，你来家族也有2年多了吧？回禀家主，快2年半了。我听福伯说你已经能够绘制一阶下品符箓了，不知可否展示一下？自无不可。言罢，我从叶妙阁手中接过工具，来到桌旁，将符纸平铺在桌子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蘸了蘸墨水，开始绘制火弹符。第1张符箓在完成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出现失误，导致符纸冒出青烟，失败了。不过叶鼎等人也没说什么，示意我继续。第2次绘制下，我虽然表现得有些磕磕碰碰，但还是成功了。很好，没想到小瓜你第2次就绘制成功了。叶鼎大喜过望，内心则不由感慨：1年半的时间，便从一名新手成为一名入品符师，这个天赋比自己女儿还强上几筹。如今你已是一名入品符师，这是我重新给你的条件待遇，你看看。话语间，叶鼎从袖子中拿出一张褐黄色的羊皮纸递给我，上面内容十分简单直接：一是之前签订的契约作废，不用再给叶家20年生育50个孩子了，生的孩子都归自己；第2，与叶家嫡系子弟享受相同待遇，可以搬到灵岩山核心区域居住，享用2阶灵脉，并且每个月的待遇从5枚灵石提升到10枚灵石，还有1瓶黄龙丹。而我需要付出的义务则是每个月要帮叶家炼制一定数量的符箓，以我的2阶制符技艺。这个义务条件自然是纯赚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还能否继续娶妻纳妾。自家人知道自家事，我想要在修仙路上走得长远，只能依靠系统，必须多生娃，多生有灵根的孩子。家主，这上面条件我没有什么意见，就是我在叶家一直住着，还能够娶妻纳妾吗？叶鼎听到我的话语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。他刚刚看我纠结，还以为纠结条件待遇什么的，没想到我居然问这种问题。就连一旁的福伯也被我的问题整得有些无语，觉得我满脑子女色。还好上次给这小子选的佣人都是老妈子，若是年轻貌美的丫鬟，估计早被糟蹋了。短暂错愕过后，叶鼎很快恢复。哈哈，小瓜你放心，娶妻纳妾这是你的自由，我们自然不会干涉。很快重新签订灵契。夜里，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众女，他们都喜出望外，看向我的眼神都更加深情温柔了。一夜无话，没过几天，叶家的人就带我搬进了核心区域。临走前，陆胜送了盒灵茶给我。半年前他突破武道先天，也生下一子。我们喝了一杯，约定以后常来往，在叶家灵脉中心住了半年。这天我突然收到一份来信，是当初落云宗师炼的杨广寄来，希望我们当初一起考核的仙苗能出来聚聚，并且表示萧清月、柳诗诗、张铁都同意赴约。看完信后，我思索了下，自己床底下还有400-500张一阶符箓，在叶家是没法销售的，解释不清来路。要是能和杨广他们搭上线，确实是一条赚灵石的路子。不过我现在是叶家的符师，一个人上路恐怕叶家会派人跟着，要是和陆胜一起或许会好很多。想通后，我就带了些灵药找到了陆胜。见我到来，陆胜有些惊喜，来就来，怎么还提东西？难得过来提点东西不是正常吗？而且嫂子也要生了，这都是养身体的东西。哈哈哈，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将来意告知陆胜，说自己也收到了杨广的来信，打算赴约去聚一聚。修真界多个朋友多条路子，我赞同的点点头。两人约定一起出发。一晃半个月后，我另外2个妾室的孩子也分别出生，同时一道系统提示在我脑海音响起：恭喜宿主子嗣数量达到10人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逗了逗我2个可爱的女儿，我便回到自己的书房。系统抽奖，转盘飞快的旋转，没过多久，指针停留在宠兽一栏。恭喜宿主获得9幽鳌幼崽，奖励已发放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查看。我心神微动，看向系统空间的9幽鳌，立即信息浮现：灵宠9幽鳌，血脉品阶天阶中品，说明上古一种凶兽，500年可成长到巅峰期，为4阶妖兽。妖兽的血脉分为低阶、中阶、高阶，
地阶、天阶以及真灵血脉。妖兽的实力则分为1阶、2阶、3阶、4阶、5阶，分别对应人类炼气期、筑基期、结丹期、元婴期、化神期。4阶妖兽是媲美人类元婴期的存在，整个江国修真界据说也只有一位元婴修士，强悍如落云宗也没有元婴真君坐镇。有了这只九幽鳌，只要我能活到500岁，家里也能多出一位元婴老祖。想着想着，我又有点泄气，筑基期都没有500年寿元，我至少得突破到结丹期，才能活着等到这位元婴老祖召我。我思索了一下，这只灵兽现在还不能拿出来，否则解释不清楚来路，只能等这次和陆胜赴约，再找机会带回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陆续又有3个孩子出生，不过都没有灵根，同时又有2名妾室怀上了2胎。3年时间，3妻6妾，生了13个娃。现在整个叶家族地我算是出名了，大家都知道叶家招了个女婿，在制服上天赋异禀，但爱好女色和生娃，好事者背地里都管我叫多子道人。孩子多了之后，我也开始思考孩子们未来的发展。叶家这边6岁测灵根，没有灵根的叶家子嗣会被统一放到世俗生活。现在这些孩子归自己，我也不想再将这些孩子放到世俗叶家生活，万一被人洗脑点什么家族至上的想法，我自己也难受。最好能让没有灵根的孩子跟陆胜学点武道，然后尽可能等孩子年纪大点，再送到世俗去，让孩子自己出去走走闯闯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日后子女在世俗扎根立足了，也能开枝散叶，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武道世家。若家族中出现有灵根后代，就可以送来自己这边教导。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修仙家族的模式。世俗修仙界两开花。半个月后的一天，我正在练功房内打坐修炼，只觉周身灵气激荡，浑身一股气机涌动。我当即运转功法，轻松突破瓶颈，修为晋升炼气3层，从炼气1层突破炼气2层，我用了1年4个月；从炼气2层突破炼气3层，只用了10个月。之所以提升这么大，除了叶家的2阶灵脉，还有7儿子叶先知的灵根天赋增幅，以及修炼资源方面的提升。我将要带的东西收进储物袋，转身出了门。陆胜早已等待多时，一看到我，陆胜面露惊讶之色。炼气3层，你突破炼气3层了？侥幸而已，我连连摆手。啧，你这修炼速度怕是要赶上中品灵根了吧？可差得远了，我全靠着外物提升上来的。炼气3层想要突破炼气4层可就难了。陆胜突破炼气1层和炼气2层都遥遥领先于我，但现在他还在炼气2层巅峰，我却直接弯道超车，比他还要快一步突破炼气3层。不过自家人知道自家事，我每月所得资源是陆胜的5倍，就这与他修为也没多大差距，资质有多差可想而知了。我俩寒暄了一下，随后骑着从叶家租借的2匹灵驹开始出发。陆胜想到自己从原本一帮少主成为一名修仙赘婿，很是感慨。不知不觉3年就过去了。是啊，3年了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回忆起3年前我考核失败，然后成为叶家赘婿，也有些感慨。陆胜看着我，想到我现在也突破炼气3层了，那么6人中，杨广出身如意侯府，当年就有着炼气3层的实力，如今或许突破炼气4层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他们在落云宗修炼，或许也是有炼气3层或者4层。这样一想，就属他修为最低，不由有些黯然。他这人骨子里还是有些傲气的。见他沉默，我适时岔开话题。陆兄，叶家生娃这个事，等过些年，我服侍技艺再进一步，我向家主请示给你减免掉。没事，这种事情哪里好意思麻烦你。陆胜先是一愣，但还是本能的拒绝了我。他觉得这种事叶家就算能答应，也肯定是要牺牲我的部分利益，这和他做人的准则不符。陆兄先别着急拒绝，我也有事需要麻烦你帮忙。我那么多孩子，不可能都有灵根，所以我想着以后不能修仙的孩子，就麻烦你教他们练武。练武这个自然没问题，就是练武十分辛苦，你舍得就行。这回他倒没有拒绝我，都是修行者，我们一路上日夜兼程，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。半个月过去，终于到了如意郡，杨广亲自迎接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仿佛有些不敢确认。陆兄，小瓜，3年不见，你们在灵岩山叶家可还好？还行吧，我也凑合。闻言，杨广一脸鄙夷。陆兄这么说，我倒没什么意见，但是小瓜你这话，我可不信。你现在这个模样气质，还有你这法衣，说是哪个修仙家族的贵公子，我都信。我摆了摆手，真要说的话，就是我在叶家发现自己在制服上有些天赋，如今成为一名符师，所以生活条件还算不错。这些都是我来之前打算展露给外人的，也是为了方便我后面卖符箓的说辞。没想到小瓜居然有这等天赋。杨广一听，对我更加热情，一阵吹捧。不多时，张铁、柳诗诗、萧清月也到了。众人一见面，皆是吃惊于我的变化。因为仙姿诀的原因，我现在的颜值确实变得很帅，就连一向高冷的萧清月都忍不住调侃：都说女大18变，今天小瓜男大20变。3年前，萧清月便长得花容月貌，如今3年过去，整个人彻底长开，让有着9个妻妾的我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萧清月不仅长相绝美，还有4品灵根，要是能够为我生几个孩子，不仅大概率能生出有灵根子嗣，甚至还有概率生出中品灵根的子嗣，光是想想就让人兴奋。小瓜哥不愧是当初问星台第一个醒来的人，果然那句话说的没错，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。这话是张铁说的，他说入宗后跟考核师兄聊天，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，这下又让我装到了，心里还是有点暗爽。不过面上我还是谦虚的说了句侥幸。宴席上，大家互换了联络方式，约定下一个10年再聚，随后便各自离开。走之前，我向杨广询问了附近散修聚集的交易机会，想着把身上的东西处理一下，再多买点物资。第2天天光微亮，我就来到了方室外，从储物袋中取出提前购买的面具戴上，便走了进去。这是个小方室，基本是摆地摊的散修，这些散修卖的东西五花八门，但大多是比较便宜低廉的物品或者假货。我也有样学样，找了个空位，从怀中储物袋拿出厚厚一沓符箓，摆放在前面。为了卖快点，我搞了个买5送1，一个多
时辰，我拿出的近100张符箓便销售一空，总共收获133枚灵石。随后我花了66枚灵石，买了12沓高级符纸和灵墨，这下子总算有材料回家制作一阶上品符箓了。武者丹药我也买了一些，这些东西虽然在世俗很珍贵，但对于修仙者来说都是不入品的丹药。又逛了2圈没看到什么中意的东西，不过买齐了符箓材料也不虚此行。我将东西收好，贴上一张轻身符，飞速离开。刚到半山腰时，突然听到后面有声音传来，我回头看去，只见3个戴着斗笠的身影从山上快速奔袭下来，3人追得太紧，眼瞅着跑不掉。我快速转身，一手扣着符宝，一手捏了20来张符箓，双方慢慢靠近，3人稀稀拉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“你干甚去了？导游请留步，我们只是想与你交个朋友。”我面色冷淡：“交朋友是吧？我最喜欢的就是交朋友了。”说话间，3人已经到了符箓攻击范围，我瞬间全部激活，金光罩、藤甲盾、水雾符，顷刻将我护住。火弹、冰剑、月牙剑气立刻覆盖对方。不好，小心！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么多符箓！3人立刻撑起护盾，然而没等他们扛完这一轮攻击，我手中再次金光迸发，刹那间，金光砖就已经化作小山般大小，直接朝着3人重重拍了下去。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响起，再看时3人已经化作齑粉。我将3人储物袋收取，然后快速打扫战场。这里离方室太近，我怕引来其他人，来不及看收获，我迅速离开。1天后，我抱着九幽鳌来到了天水城赤金帮总舵，这是我和陆胜约定会合的地方。很快门房就把我领了进去，见到陆胜和他父亲。爹，这是我好友小瓜。陆胜跟他老爹介绍起我，老爷子很客气地招待了我。我将方室里买的武者丹药取了5瓶送给老爷子，一番闲聊就回房休息了。我走后，陆老爷子打开药瓶，当场惊呆：洗髓丹、先天丹、大还丹、养精丹、武灵解毒丹。他身为赤金帮帮主，自然见多识广，一眼就认出这5种丹药都是江湖武林中的圣药。胜儿，这些丹药太珍贵了，你到时候还回去。陆老爷子对于丹药虽然心动，但觉得过于珍贵，这份礼日后自己儿子得还回去，所以不好意思收。爹，我跟小瓜关系不错，你就放心收下吧。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日后照顾好他的家眷即可。来的路上，我跟陆胜说过，想等以后孩子大了，带到赤金帮这里寄养。陆胜知道我送出的东西不可能收回去，他自己在叶家1个月也就2块灵石，没什么好东西孝敬父亲。看着2鬓花白的父亲，他心中惭愧。我送的这些东西，他在心里十分感激。陆老爷子看着手里的丹药，面色郑重。你放心，有我陆正阳在1天，就绝不会让他的孩子有丁点伤害。另一边，我在房内将之前缴获的3个储物袋打开，清理出灵石103枚，一柄飞剑法器和1个铃铛法器，辟谷丹3瓶，黄龙丹1瓶，青灵丹1瓶，一阶下品符箓15张，一阶中品符箓6张，上品符箓1张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若干，一下子比来的时候还要富有。休息了7天，我们又回到了如意楼。杨广已经在此等候多时，与上次相比，他更加热情，直言希望我以后要对外出售符箓的话，可以优先考虑下他。我自然是点头应允，这也是这次出来的目的之一。萧清月3人也是一样，眼下他们身处落云宗，低阶符箓可能不缺，但高阶符箓在哪都是稀罕物。等我修为精进，能炼制高阶符箓，就又是一个销路，回去的路比来时要快了许多。行了1日，突然下雨，我和陆胜找了间破庙歇息。我简单生了个篝火，取出生肉斗了斗九幽鳌，这小东西也不知怎么一天能吃20来斤肉，关键它也就一只肥猫大小。如果以后长大了要喂妖兽肉，我都感觉自己会被它吃破产。夜色渐深，外面也下起瓢泼大雨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下一刻，破庙大门被打开，一老一少走了进来。老朽和孙女路过此地，借地避雨，打扰2位小兄弟了。老者弯腰拱手，这破庙也不是我家的，请自便。我看了看老者，又瞅了眼旁边的粉裙少女，一袭粉色长裙，面嫩肤白，带着几分婴儿肥，被雨水打湿的粉裙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那初具规模的青色娇躯。诡异的是，那老登身上却没多少雨滴。陆胜悄悄传音给我，那老头是先天高手，一雨不能加，蝇虫不能落，所以他能在大雨中不失衣物。不过这老者和少女绝对不是爷孙。这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虽然也觉得这2人不对劲，但要真说哪里不对劲，我却说不出来。陆胜接着传音，哪有当爷爷看着自己孙女淋成这样的？而且这老者是一名先天高手，孙女却没有一丝练武痕迹，还被点了穴道没法说话，这也不太合理。好家伙，没看出来，这小子肌肉虬然的身体上竟然长得是个柯南的脑子，我暗暗佩服。就在这时，老登颇为自来熟的走来，2位小兄弟可否借个火，我烤下干粮？说话间，他已经朝我们走来，请自便。陆胜开口出声，同时将我护在身后，传音道，交给我来。我没有回话，手中暗自捏了10几张符箓，金光砖也已取出，准备见势不妙，直接火力覆盖。老头来到篝火前，顺势递出手中干粮。2位小兄弟还没吃吧？要不吃点？我们吃过了。陆胜朝着老者豁然一掌猛地拍出，掌力刚猛使得劲风呼啸。老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掌，也好似有着防备，反应十分迅捷，抬手一掌拍出。不过就在这瞬间，陆胜掌心浮现一团火焰，火弹术顷刻爆发，火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老者全身，将他烧成灰烬。武功配法术还能这么玩？我也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陆胜，只见他拍了拍不存在的灰尘朝我走来。本来还不想多管闲事，这老小子非要自寻死路给我们下毒。在我惊讶的目光中，陆胜继续解释，没错，刚刚那干粮中10有8、9有毒，他走过来时衣袖中还藏了迷香类的毒药，过来的时候
便是在偷偷下毒，却不知我从小便见惯了这些东西。这一刻，我心中打定主意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要么直接果断先下手为强，要么就离远一点，不然的话，就我这阅历星星，哪里玩得过这些久经江湖的老阴币？说话间，那名粉衣少女也回神了，快步来到我们面前跪下。陆胜帮她解开穴道，她哇的一下哭了出来。原来她叫傅真真，那老者意外发现她有灵根，想要将她献给一位修仙者当侍妾，她父母不从，都被杀了。路上刚好碰到我们，我一听灵根二字，顿时浑身一震，立刻施展灵眼术朝她看去。只见少女身上有着淡淡灵光萦绕，这表示她的确拥有灵根，只是没有测灵时无法看出灵根品质。看着楚楚可怜的少女，我眼神微眯，姑娘，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少女轻轻抽泣，一脸茫然。我不知道。我继续看着她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无家可归，又不知道今后怎么打算。少女难过的点了点头，又哭了出来。我顿时大喜，恰好我对姑娘一见倾心，不知姑娘可愿嫁于我，随我回去携手共度余生。此刻破庙外大雨滂沱，破庙内正要看我怎么处理的路上，听到这话，整个人一愣，一脸愕然地看向我。他没想到我突然来句这么不要脸的话。一见倾心，携手共度余生，你这是一见倾心吗？你这分明是缠人家身子，缠人家灵根啊！这傅真真听到我话，也不由一愣，有些没反应过来，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相貌英俊、身姿挺拔修长的男人。虽然许多话剧故事中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，可这也太直接了吧？而且这种事情不应该是等自己主动提出来吗？刹那间，傅真真脑子晕乎乎的，整个人有些懵逼，但一想到我那英俊的面皮，不由芳心一动，随后连忙脸红红的低下脑袋。我微微一笑，神色温和地看着少女，这个不急，你可以仔细想想，天亮之前给我答复就行。随后掏出一张净衣服对着少女使用，将她湿漉漉的衣物直接烘干清理干净。这你是仙人？少女又是一阵惊呼。我微微一笑，依旧神色温和。我们是修仙者，也就是你们平时听说的仙人，只要拥有灵根就能成为修仙者。那个老者就是因为你有灵根，所以要将你献给一个修仙者当侍妾。少女听到这话又痛哭了起来。原来是我害了爹娘。哭了片刻后，少女重新抬头，眼睛通红，满是泪痕地看着我。恩公大恩，真真无以为报，愿意以身相许，嫁于恩公。一旁的陆胜都懵了啊，他啥都没干好吗？人我拆穿的，老头我烧的，你我救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颜值起了作用，过程出奇的顺利。你确定想好了？傅真真鼓起勇气，小脸一直红到耳垂。我想好了。随后我拿出一份灵气当作婚书，与傅真真定下婚约。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，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傅真真。一路上我归心似箭，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老婆孩子。傅真真和我共乘一起，她坐在邻居前面抱着酒诱饵。考虑到她是被老者献给某个修仙者的，我担心惹上麻烦，便一路加快速度，提高警惕。不过也算虚惊一场，一路并未遇到什么危险。7天后，3人一兽顺利回到灵岩山。